面积与2个加州相当。美国单方面宣布扩大领土，俄回应不接受。美国近期单方面宣布扩大在北极的面积，引发俄罗斯等国的不满。美国为什么将目光放在北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1. 美国和北极。美国位于北美中部，北部是加拿大，南部是墨西哥。该国西部濒临太平洋，东部濒临大西洋，南部濒临墨西哥湾。美国国土面积约937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22680公里。截止到2023年2月，美国人口约3.33亿。美国一直有一种说法是上帝爱美国。纵观整个北美，美国占据了中央地区最为优越的区位。该国东部沿海地区有海岸平原，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就是中央大平原，这里地势平坦，是美国重要的农业区。密西西比河就流经该区域，它是美国最大的河流，也是北美最长的河流，全长约3767公里，流域面积约322万平方公里，覆盖美国本土东部和中部地区约41%的领土。同时，该流域还是世界3大黑土区之一。密西西比河每年的旅游、捕鱼和休闲娱乐产业就能为美国带来214亿美元的产值，为流域内提供约35.1万个工作岗位。同时，该河流还支撑着价值126亿美元的行业。美国一半的谷物和大豆都要经过密西西比河的上游运出。在中央大平原的西部就是高耸的落基山脉，最高峰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境内。美国有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等资源，其矿产资源的总探明储量位居世界首位。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其2022年的 GDP 为25.5万亿美元，仍然位居世界之首。该国具有世界规模最大和最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北极地区的边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来说，北极地区指的是北极圈以内的地区。如果我们以北极圈作为北极的边界，那么北极地区的总面积是2100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地占据800万平方公里。北极地区目前尚未被大规模开发，有着丰富的资源，最直接的是石油和天然气。据保守估算，该地区的石油储量约1000亿桶至2000亿桶。天然气约50万亿立方米至80万亿立方米，北冰洋下的油气资源能占世界总量的22%。同时，阿拉斯加北部还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尚未开发，预计占世界煤炭总量的9%，储量约4000亿吨。此外，北极还有大量铜矿、金矿、油矿、铁矿，而且作为世界上最浅的海洋，北冰洋地区半数以上陆架区水域深度不超过5米。便于大规模开采，这还不包括北极地区在生物、科研等方面的价值。2. 美国单方面扩大领土。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美国近期单方面宣布扩大对北极和白令海大片区域的大陆架主权要求。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美国此次划定的大陆架位于从该国领海基线起量200海里以外，被称为延伸大陆架，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比加利福尼亚的2倍还多。北极地区的部分大陆和岛屿属于周边的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美国。北冰洋海域的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根据国际法，这一部分由沿岸国以及各国分享。南北极属于全人类，因此该区域没有统一适用的单一国际条约，一般由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匹茨卑尔根群岛条约等国际规则予以规范。美国表示，扩大延伸大陆架的主张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是讽刺的是，美国并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它的划界主张也并没有申请审议。但是美国却称，此举并不会造成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只需要与加拿大和日本协商解决，完全无视了俄罗斯。而且日本跟美国心有灵犀，也准备扩大延伸12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俄罗斯是北极地区最大的国家，领土最东端就在白令海。美国此举严重损害俄罗斯的权益，因此俄罗斯方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不接受美国的做法。3. 美国盯上北极的原因。随着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冰川融化加速。根据专家的估计，北极附近气温上升的速度比地球其他地区要快2倍。到2050年以前，船只就可以在夏季从加拿大北部航行。
因此近些年北极航线的开发非常火热。以伦敦和东京为例，经北冰洋的路程为 1.65 万公里，经苏伊士运河为 2.1 万公里，经巴拿马运河穿过大西洋和太平洋大约 2.3 万公里。北极航线能极大节省运输时间和成本，而且巴以冲突导致红海航运严重受阻，苏伊士运河也时不时堵塞，美国需要开辟新航线。此外，依托北极航线，俄罗斯的海上贸易量增加，预计今年将突破3600万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如果北极航线规模扩大，俄罗斯必将因此获得极大的收益，这是美国重视北极的原因之一。其次，根据美国的官方表示，此举是为了寻找用于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矿产以及油气资源。美国的霸权依赖美元和石油，该国的中东盟友在油气出口上与其是竞争关系，要保持霸权不落，石油就非常重要。俄罗斯军方称，今年夏天，一艘美国军用破冰船进入楚科奇海并抵近俄海岸。北约部队在北极的军事存在近来增加了 20%。不管美国出于什么原因，俄罗斯都不会坐视不理。该国已经加强了在北极附近的军事部署，美国此举无疑会加深美俄的紧张关系。